大哥，你一个人在这边养羊吗？养了多少年了5年。4、5年了。我这样子拍一个视频没关系吧？没关系。没关系啊。这个地方景色挺不错的，在山顶上了。哪里啊？我是外地的，我到后面有个山洞，我们进到山洞里面去看了一下。看你年纪不大，多大年纪了？我50多了。50多岁了。那看起你好年轻的样子啊。年轻个屁！那你老婆孩子那些都在山下，是在这山上？在山下，你一个人在山上。养的有羊，还有猪，我看到有猪，有鸭子。那平时这里有没有水和电？电我们也才牵拢的。电已经牵上来了。水的话，应该山上水还是比较多的。也不是什么太多，反正巧面够用。巧面够用，那不是，要是你吃饭之类的，还是要从山下带上来。那也没有。山上有吗？山上自己种吗？吃饭吃饭那些山下带上，从山下带上来。那平时还是没有伴在这里啊。到了晚上估计还是有点不那个吧。那个没得问题。习惯了就好。习惯了就好。那这里一年肯定养羊子这些，一年也赚的不少了，应该是。也难搞。这几年效益还可以了。也难做，什么都难。也难做啊。想赚钱都难。那你现在的羊大概有多少只羊？羊有50几个。50几个。养猪呢？猪现在有60几个。60几个猪就在那边。有些放养，有些关到的，有些放养。基本上都是靠着吃山里面的青草之类的。那这里面的肉质肯定非常好的。肉质可以。那一般要是把这些猪和羊卖出去的话，都是有人过来拉吗？多半都是人家个人过来拉。多半都是别人过来拉的。这个是捡的一些柴煮饭的。山上捡过来的。你们这边都是苗族吗？苗族啊。以前山上有没有土匪啊？这边？以前有。有。以前山上应该都住了有土匪。以前好多地方，现在你们不晓得。神仙洞上面，都住的有人了。神仙洞的上面还住的有人啊？对。现在好像不通路了。现在没通路嘛？现在不通路。那我反正可能大概有个70、80年前住的有人。70、80年前那里住的有人。那是就是躲土匪嘛。那就是躲在山上躲土匪。下面那根路那边那边远点有一寨人。那边还有一寨人。大几十年。那都已经搬迁好几十年了。就是说解放了之后，这些人就搬下山去住了。躲在这山上的话，也是为了躲避那个土匪。对。那可能70、80年前。现在的走他们遗址的走得到，那些就是那些厕所啊，那些挖的窑洞啊，什么的还。他们那些窑洞还有厕所，他们的房屋地基都还在，是吧？对，就是原来那个就是村堆那个。你知道吗？就是哪个村队？脚踩的那个。脚踩那个就是碾米那个。碾米的那个就是现在都还有遗址在那。都还有遗址在那个地方。估计现在也不通路了，也不好走了。也只有那个小路可以过去。只有100米。只有100米，从那神仙洞过去啊？下面这个。下面这个。 2条路啊。好，我们就在你周边这里看一下。好的。好，不打扰你啊。没事。刚才和大哥的交谈当中，他告诉我，他独自一个人在山上养羊养猪已经有5、6年的时间了，也是生活所迫吧，没有办法。老婆和孩子都在山下，孩子还小，在学校里面读书，他独自一个人在山上生活。平时这里养出来的猪、羊之类的，都是外地的一些顾客自己开车上来拉出去给他卖掉。每年的收入也不多，我觉得生活在这样的山上肯定是比较艰辛的。但是只要凡有一个梦想，就要勇敢的去实现它，对吧，朋友们？
好了，这期的视频也为你们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石头的视频，请记得点个赞，点个关注。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在我的身后有一栋2层半的小洋楼，建造的时间差不多有15年。当年建造这栋房子大概花费了20多万左右。房子建好了之后，基本上一直都没有住人，主人家在城里面买了房子。如今这栋房子想出手，那随着石头的镜头，我带你们去看一看这栋房子到底情况怎么样。其实这栋房子周边的环境还是挺不错的。我刚刚就在房子的周边逛了一下，发现房子旁边大概有200-300亩的土地。可以看到镜头前方这一大片都种的是罗汉果，现在小苗还没有移栽过来。像我们湘西这边农村里面，现在种植玉米已经是不多了。这个村子大概有3000多人，村子不大，有7个小组。这是进入村子的马路，都是水泥路面，宽约4米左右，交通是挺便利的。这边距离高铁站有60公里，距离高速路口15公里。这边还有正在修建的机场，大概有20公里左右。所以说在这边也不算很偏僻。而且这个村子啊，通过航拍的镜头我们也发现位置还比较平，不像其他的一些大山里面很难有这么宽的土地。其实这栋房子远远的我们进入村子就可以看得到，相当于这栋房子建在一个3岔路口的位置，2层半的小洋楼。在3楼的位置是留了3个房间，有1个阳台，2楼有4个房间，1楼有3个房间，1个客厅加1个厢房，可利用的空间还是非常宽的。那我们现在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栋房子，它的建造时间比较早，和现在的小洋楼建筑风格我觉得区别还是挺大的，说不出的那种感觉。大家可以仔细的来看一下它屋顶的那块区域，上面盖的瓦有点像那种欧式的建筑风格，包括它的门窗都有点类似。现在建房子基本上是没有这样的风格了，包括它外墙贴的瓷砖，玫红色的，现在已经非常的少。这栋房子现在我们是没有拿到钥匙，无法进去的。之前我进去过，它的客厅大概有20来个平方左右，每个房间大概有15个平方左右，所以说这栋房子可利用的地方也还是挺不错。旁边的厢房，也就是那处矮的位置，是他们家的厨房，里面有柴火灶，后面还有卫生间。站在这边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栋房子的进深，大概是10米左右。房子有一处院子，宽约80来个平方，没有硬化，已经长了很多杂草。房子周边的土地基本上都是邻居家的，他们家的菜地只有这一小块，背后也都是邻居家的土地。但是我们这边闲置的土地还是很多的，如果想在这边开发种植养殖的话，这边的土地基本上是500块钱1亩1年，这个价格还是挺公道的。朋友们，如果镜头前方的这栋房子现在出手8万左右，你们觉得这个价格合适吗？这栋房子现在水电网
都是没有的。如果要在这边住人的话，和村里面协商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请关注康居别院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依然是在长沙的城边。上一期的视频我们去拍了杨大哥他们家的房子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身后的这栋土坯房，79年建的，闲置了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了。这栋房子距离杨大哥他们家呢，大概300多米，很近，一个村子的。上一期的视频我是大概给大家提过我以后的一个想法，去做的一些事情，所以这趟呢，我专程跑到长沙来看一些房子。我发现你们村上很多鱼塘啊，是不是每家每户都喜欢养鱼啊？不是，这都是我们祖上的，这不是自己挖的，就是原始的鱼塘。以前就有的。以前就有的。哦，所以说这边的应该是水源还是比较方便。水源比较充足。那我们今天看的这栋房子呢，是，也算是独门独院吧。整个院子是挺宽的，房子外面呢是有一片空地，可以种菜的。房子周边呢都是竹林，在这边养鸡养鸭还是可以散养，包括房子背后的这片竹林呢也挺宽。那杨大哥，这栋房子是哪一年建的？79年。79年建，闲置的时间大概有多久？一直就闲置在这里啊。一直闲置。基本上就是从79年，因为他家里的人，到外面去工作了，老人过世了。这样子。就一直闲置在这里。所以说房子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没人打理的状态。你看这个门窗啊，什么的都开了吧，没人管。没人管。但是屋面还是修整了一下。屋面，但是整栋房子我们看一下整体的结构还是挺不错的嘞。虽然是土坯房，没有经过装修吧？这个没有，这就是我们当地纯土坯房。那旁边的地如果是利用的话，应该都是可以用的。可以用，我来协调。你可以来协调。比如说我们在后面呢修一些小亭子、庭院、小庭院，包括养鸡、养鱼，要种什么菜，都我可以协调的，没问题。都可以协调。那我们现在走进房子来看一下，这也是一栋3合院，有3开间，两边是有厢房的。整栋房子大概有多少个房间？可以改造，应该我们刚才看了一下，就是我的记忆中最少可以改造五个房间。5个房间，那基本上一家人住或者有朋友过来，足够了，都是足够了的。这边就是堂屋了，这边是厢房。那我们还是从堂屋这边看吧。进来之后，整个堂屋我们可以看到，地面呢是没有做硬化的，墙壁呢也没有粉刷，大概宽有20多个平方左右。那大哥，这栋房子它怎么地面是这个样子，没做硬化吗？地面事实上是硬化了，是经过这么多年的那个闲置，就是地面已经风化了、老化。原来是我们这里是最流行的，那个70几年啊、80几年初啊，流行的是什么呢？3合土，就是石灰、黄泥，你拍景拍打。事实上，这个地如果是真的是按我们原来做的那个风格，非常舒服，非常凉爽，冬暖夏凉。这样子。而且很干燥。所以说这个3合土做的一个地面硬化，应该是你们这边比较特有的这个建筑风格吧？对，当时是很流行的，包括现在好多人都是用3合土做地面，只是把它固化了一下。我还在想一个问题，如果3合土地面硬化做好了之后，马上刷一层漆的话，可能会很好。不要刷漆，我告诉你，不要刷吗？3合土用那个小拍子把它拍得光光的，拍完之后真的是看见那个像那个刷了清漆一样透亮的。透亮的，是。那我们先从这边来看吧，看几个房间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边算是一个主卧吧，大概宽有20多个平方左右。因为常年没人在这边住呢，
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具，显得是比较，哎呀，破旧吧。你看床，还有柜子，上面呢也是类似于杨大哥他们家一个竹编吊顶。也不知道这边还通了电没有啊？有电有电啊！对，电线都在外面。哦，把线剪断了，随时可以拔起来。对，那这个很好，就可以把它接起来了。这边有一道门，进来之后就进入他们家的厨房了。整个厨房是很宽的，目视一下有30多个平方，应该有吧？有啊，挺宽，也是柴火灶。那边还有烟囱呢，2口灶台。这边我们看一下，发现一个好东西，这是石膏吗？这是潼关窑。潼关窑，对，我们常常不是有潼关窑吗？那个是那个年代就潼关生产的，就是水缸，这是做水缸，对，很大。哦，真的，它里面是一个釉面的，是釉面的。我们这边的渗水的东西，就是原来就是送水的，都是这种水缸。哦，都是用这种做的。那估计这个水缸有好几十年吧？好几十年了，算是一个古董了。现在潼关窑都不生产了。哦，已经不生产了。我记得应该江西的瓷器也很出名。对，但是江西他那边他不做这个水缸，不做水缸，只有潼关在做。哦，这样子的啊。那这边是有一道房门的，我们出去看一下，还挺宽的。这边就是竹林了。刚才我们说的房子旁边的这片竹林，应该是可以从这边进入吧？可以。你比方说有人想打造这个，来了很多朋友啊，要来这里喝茶呀，做一下休闲啊，做一个步道啊，都可以打造，但是只能够做。不能做永久性的，只能做像什么可移动性的可移动性的，可能因为国家的政策，它不允许，但是可移动的可以做。哦，这样子的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什么井吗？就是井啊。哦，水井。那现在它就很多年没人住人，那就是没水泵了。是啊，水泵可以抽水上来，而且还像原来像拿个桶啊，拿个绳子可以把它水很清透的，也很净的。这水质挺好，可以用绳子放桶子下去，对，把它给提上来。对。我感觉像电视剧里面好像是这样子拍的啊。你看这个水井，你水离门口大概只有4米吧，还不到，应该是4米的样子。对，4、5米左右吧，底下还是有水的。人工自己挖的。对，自己挖的。感觉有点像我们湘西那边那个红薯地窖一样的。对，差不多。我们这里水井都是这样的。哦。那我们再过去看一下。这边也有一间厢房，因为房子是3合院，所以看起来的话是很协调的。实际上我非常喜欢他们家这个院子啊，背靠着大山，视野非常的开阔，一眼看过去的话，其实门口有处鱼塘的。对面呢有些房屋，房子都修得比较好了，现在大部分都是砖房，这样的土坯房是越来越少了。感觉这栋房子修的是4平8稳，给人的感觉好像很舒服的那种。虽然说这么多年没有住人了，但是你看它的墙面呀，对，包括它的那个基础呀，都很规整整的。对，规整整，好像基本上只要稍加的去事实上打理一下就可以住人的。有人来需要的做，只要做什么？只要吊顶。只要做吊顶。墙面你不需要去处理的，为什么呢？不要粉刷啊。它是本来就是砌的清水墙。清水墙。对。清水墙是什么意思？清水墙就看上去就是，你看。像这些痕迹都是很平整的，很平整，根本就不需要去人靠在上面，它不会沾飞吧？沾飞是有一点，那个时候，如果说现在要按现代的风格打造原来这个样子，就是拿那个腻子拌那个稻草飞抹一层就可以，抹一层，那很便宜那就是泥墙了，泥巴墙。对，那个就不会掉灰了，也怎么靠都没问题。对的。在这里面也是有个房间的，
但是长时间没有住人啊，都显得很旧。哎，这个竹编吊顶，在你们这边好像竹编吊顶是比较多的哦。对对，你看它这里的墙面就印了那个稻草灰和那个白灰，你看能够看到稻草嘛？看那个骨壳，对，骨壳拌在那里面，泥巴一粉，然后再盖一层那个正儿八经的石灰，这就是石灰啊。对，哎，我觉得好像那个土墙更好些，我觉得。其实这样的墙更有年代感，而且很舒服。像这样的墙，只要不被雨给打湿的话，还可以做什么呢？像这种墙不搞粉刷，就直接拿一针清漆刷，直接刷上去，就不会掉灰了，而且它是透亮的，跟那个透明的。对，又保持了原来的一些东西在里面。在这边呢，就是应该是他们家的养殖牲口的地方呢，是一个什么？猪圈吧，应该是猪圈一般猪圈的地方呢，都会连接着旱厕。当然，现在农村里面改造的话，基本上也不用旱厕了。确实，旱厕的弊端是比较多的。其实房子，哟，好多可以打理的。这个门啊，是有一点点，碰到了是什么的，已经是倒下来了。这边也有一个房间。其实整体看这个墙面，真的给人的感觉很舒服的。对，你看那面墙就是很平整的。对，很平整。像这样的土砖都是自己动手去做的吧？对，都是人工做的。人工做的啊。最开始就是填泥巴，我们的稻田泥巴嘛。然后拿牛，在里面最少是转500个圈，牛把那泥巴踩烂，踩的有粘性的，然后再用人工挑起来，用一个胚子，用一个模具，把泥巴放在那模具里面，人一踩一打就成了这个。但是这个土坯土砖从它的那个生产到墙上，可能也要30天干透。干透。对。它直接也是这样子晒干的，还是纯晒干？它不像那种青砖红砖都是烧的。就包括这个地面，你刚刚说的那个山河土，你现在的石灰都兑现出来了。石灰已经出来了。对，所以说走出来之后才发现啊，每个地方的生活习性还有建筑风格，很多地方都是截然不同的，也学习到了很多。这边我们就走出去了。实际上我在想的问题，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。我想把家里的房子建好了之后，陆陆续续的往外面去走，以后呢，把整个康居别院呢，这块名片给打造起来。在初步的想法吧，在长沙、张家界、贵州、云南这几个地方一步一步的先去实施，去做一些房子，把它打造出来。如果是一些旅居的朋友，可以过来体验农村的生活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团队。这是一首简单的歌，没有什么独特，试着带入我的心事，它那么幼稚，像个顽皮的孩子，多么可笑的心事，只剩我还在坚持。可能我会在这边多停留几天，多去看一下像这样的房子，然后呢再做一个决定。如果朋友们你们刷到我的视频，也可以在视频里面留言，提出你们一些想法。这期的视频呢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